头一次见着这个雪碧要加热，哎，有呀，有味儿，意想不到的，多简单！本来我这冒着汗呢，唰一下就凉半截。话梅和雪碧的结合，哎，真是完美。很简单，话梅、冰糖，还得黄冰糖，这有点那个什么雪碧就行了。好了，把这西红柿你看洗干净了，烫了一下，哎，烫一下，哎，烫一下，待会儿咱把皮给它剥了，哎，这就差不多了啊。好，1分钟。今天二白透着精神，哎啊，拿开水烫一下，然后拿凉水一激。对，哎，你看没有？咱们先把皮剥了，底部是吧？这个呢，其实夏天一个很应季的菜，要是吃完了也很舒服。大爷知道这个菜啊，不是说一个老的传统菜，是一创新菜。你看最早大爷咱们吃过那什么呀？苦瓜。这苦瓜呢，然后呢刨成那个极薄的片儿，然后雪碧往里一砸，直接冰箱里一镇。夏季的应季小凉菜，嘿，吃着舒服爽，是不是？啊，有的网友说了，那就想学正规的菜，是吧？我们不能不满足啊。有的网友说，那我学点接地气儿的，我家里能做的。对，然后有时候我们都得兼顾到，对，都得兼顾。哎，你看这个菜看似简单，影响这个菜的主要质量就是这个皮。这一泡，这味儿整个就进去了，对，是吧？要不剥这皮，这菜不行，这质量大打折扣，口感就不对了。是吗？哎，你看这皮挑干净了，好，冲洗一下。哎，下一步你看没有？我菜很简单，话梅，哎呀，这是第一次看见这个。我头一次见着这个雪碧要加热，别弄太多。哎，有呀，有味儿。雪碧有一种特殊的清香味道，你要用水就不是这味道。对，开火吧，就搁5就够了，可多可少，但是呢别太多了啊，是吧？有个5、6粒，这基本就可以了。冰糖不能太多了。你看这个菜多简单，这时候您再煮它一会儿，您再尝，是吧？话梅搁的好，哎呀，这绝对第一口特别意外。嘿，这小甜水一喝，它关键什么？有让你发生一个意想不到的效果。口味，对，真是。冰糖融化以后 ，OK， 现在就可以了。这锅馅螺，话梅里边它有灰渣子，有灰渣子。哎，看这个来块砂锅是非常好。哎，关键砂锅，这个渣子完全都给清理干净。然后这西红柿呢，咱也稍微热一下就行了。哎，因为刚才冲洗了一下，好捞，别太开了。嘿，漂亮啊！好，话梅接着浸在里边，继续让它释放它里边的这个味道。哎，泡碗凉了，小米。这夏天，哎呀，这样喝起来啊，诱人呐！本来我这冒着汗呢，歘一下就凉半截，开始流口水了。哎，非常漂亮，诱人的东西。我有一个最永远的秘密，您没发现？长这么大不吃西红柿。那应该喝过汤吧？哎，喝过汤。这汤是好东西啊。对，给它加好了。哎呀，大爷您尝尝。哎，谢谢。今天大热天，哎呦，给您降降温。这话梅这种酸的适口。先尝汤，哎，凉爽。我跟你说，雪碧我都很少喝，但是它这个话梅和雪碧的结合，哎，真是完美。这夏天来一碗这个，绝对是解暑这个降温啊！哎，尝尝西红柿。这要在摊上卖，大爷，这爆款，绝对的。因为生馅呢，你蒸的时间就会长，就容易底儿蒸漏了。有网友问说，我蒸出来的包子皮儿虽然说也能正常起发，但是总是没有外面卖的包子皮儿口感软嫩白细，而且底部总有些透馅儿，请指教。我不知道这位网友是用老肥还是酵母，以酵母为准吧，因为老肥现在很多人不常用，因为酵母发了以后呢，和面的时候里边要搁一点糖，白糖。但是说家里要有不吃糖的，也可以不放。吃包呢最好用熟馅，尽量别用生馅，啊，因为生馅呢你蒸的时间就会长，就容易底儿蒸漏了。这个时候大约在2个3个小时，现在按夏季说，2、3个小时这面就发了。发了以后要把这个面搁到案板上，揉一揉，揉一揉，开始做劲儿，然后就开始包包子。就是你包好包子往上搁呀，就直接搁到锅里边放上凉水，刷上油，把包子直接搁翅上，然后呢都包完了，盖上锅盖，醒发10来分钟，一会儿看这包子就长起点来了。OK， 开始开火，开锅涮10分钟，你蒸了15分钟坏了，底儿漏了，10分钟关火，别掀盖
稍微炖一会儿，让它焖一焖，让这气儿让它回落一下，这包子出来就好了。如果你要用生馅儿，如果你蒸的时间再长，醒发的时间也长，出来以后这包子底儿就漏了。尽量吃包子一定要用熟馅儿最好。